现在我就来到了台南，感觉这里的城市没有其他台湾的城市那么有活力，好像街上老年人比较多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这个城市没有地铁系统，它也是台湾6都唯一的没有地铁的一个城市。那我们现在要坐一下公交车去安平老街。我身后这个文章牛肉汤也是来安平必吃的一个小吃，听说这里非常的火爆，我们就来尝一下这个牛肉汤味道怎么样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菜单，它这边有的招牌牛肉和特选牛肉汤，点了一个特选牛肉汤，加了一个牛肉燥饭，还有的牛肉香肠，一共花了330台币，而且在我后面就有人在现切牛肉。这牛肉说明是非常的新鲜，都现切。现在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，看上去非常的好吃。我们先来尝一下这汤，汤非常的简单，就放了牛肉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，而且这汤的颜色也是以褐色为主。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啊，明显还有一点点血色。这个牛肉可以啊，牛肉非常鲜，可以尝到一点点血腥的味道，但也在接受范围之内，而且这个牛肉不柴，比较嫩，这是还原了牛肉的本色。加了酱汁之后，可以掩盖这个牛肉的一点点血腥的味道，就吃起来没有那么感觉到有血的存在。再尝一下这个牛肉燥饭，看上去非常的好吃。这个牛肉燥饭的牛肉口感有点像牛肉干，没有牛肉干那么干，稍微带一点汁，而且非常浓重的牛肉的味道。这个饭不错。光吃这牛肉也非常好吃。尝一下牛肉香肠，也是第一次吃到牛肉做的香肠，它的里面还带有一点点红色。它的香肠里面加了一点酒，可以很明显吃到一股酒香的味道。相比于猪肉香肠的话，这个牛肉做的香肠更有嚼劲，可以嚼很多下，不像猪肉香肠会有很多的油水。但总体口感还是以香肠为主吧。说真的，这汤真的尝不出什么牛肉的味道，有点像鸡汤。主要还是吃这个牛肉，虽然比普通的香肠没有那么多油，但还是比较油腻的，应该里面还是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肉。文章牛肉汤就已经吃完，主要还是吃这牛肉，因为这牛肉确实非常的新鲜，可以看到它中间还带有一点点血色。但那汤说实在，我真的觉得是一般般啊。如果你来这边也是可以尝试一下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安平还有哪些好吃的吧。上幼儿园真的是非常开心。身后这家安平豆花看上去也是不错的样子，我们去探一下。来一份综合白豆花，60台币。
综合豆花就已经上来，看上去真的非常的好吃，里面的料也非常的多，有芋圆、红豆、珍珠、花生，这是什么？还有豆花，看一下这味道怎么样？这豆花豆味非常浓，然后配上这的配料和牛奶，哇，真的是好吃啊！太多了，这个。嘴巴里面的配料像在打架，哇，分别抢夺我的口感，不错。它这豆花真的是做的非常好，第一的豆味重，第二的没有一些渣渣在里面，而且整个吃到口中非常的顺滑。现在就到了安平老街了，这里也是来台南必去的一个景点，里面有安平古堡，还有一个安平树屋，我们就去看一下。安平这里卖牛肉汤的真的是太多了，哪里都是牛肉汤。现在已经到了安平古堡了，进去走个3分钟。整个古堡非常的传统，全都是以红砖砌成的。现在门票已经买好了，一共是70台币，非常的喜庆啊，有点像红包。进去之后非常的空旷，那边有一座灯塔，这边有一个围墙，还有一个小的参观的一个屋子。因为这里的话，它是由荷兰印度公司建造，所以说跟荷兰有很大的关系。这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的历史。这身后这座墙就是仅剩下城墙的残壁，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一些历史岁月的痕迹。你们肯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这里还有一座郑成功的雕像？因为最早在这边建立古堡是荷兰人，他们想来这边开拓贸易，因为当时是明朝，后面由于不敌明朝的海军，所以说就被击退了。当时带领海军就是郑成功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座郑成功的雕像。古堡下面还有几座红衣大炮。没有电梯，需要一层一层的爬。那现在已经到了楼顶了，可以看到台南的风景。这里就是安平古堡的全部了。来这里可以了解一下台南的历史，以及欣赏一下这里的古建筑。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树屋吧。
现在就到了安平书屋了，从独堡走过来一共需要5分钟。那已经买好票了，同样是70台币，不过都是绿颜色的。安平书屋啊，非常的宁静啊，像是一个小的庄园。这上面用的还是煤灯。在这里又见到这个人了，这个就是达州领事馆的第1任领事。前面就是安平书屋了，看上去非常的老旧。看到上面垂下来的这种，非常的漂亮。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久的一个结合植物的一个建筑，还可以听到鸟叫声。哇，这个很老了。可以看到这些树啊，在屋顶上面盘灯错节。上面都是落叶，而这个仓铺上面都已经被树灯啊全部给覆盖住了。不得不佩服大自然。见到那么多的树灯，把一整面墙全部给覆盖住了。哇，可以看到上面。也算是一种奇观了。这里，它这边还设计了一些镜子可以反射着的树枝，看上去更多。上面都建造了很多楼上的步道。站在上面可以感觉到这风吹来非常的凉爽。这可能也是植物的作用吧。这树枝把路都给挡住了。从这里看才知道，整个树屋非常的巨大又茂盛。这就是台南安平的全部了。你可以先喝的牛肉汤，尝一些当地的美食，最后再逛一下安平老街，看一下独堡和这里的树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还有没关注的，请关注我一下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。